娱乐圈俗称名利场，有名才有利，谁红谁资源多。那些流量明星这几年都没少得到出演电影的机会。电影说白了是把双刃剑，不是电视剧玩转的人就能同步玩转电影圈。反之同理，那么一路跃跃欲试的赵丽颖到底行不行呢？一直高歌猛攻的王一博又有没有运气呢？说实在的，见仁见智，每个人的结果不同。比如当下备受电影圈喜爱的易烊千玺，已经成功弱化了他身上的流量标签，演员的身份更加突出了。一部电影如果请演技过硬但没有大众知名度的演技派，将来的媒体曝光宣发会大受影响。如果选流量，演技得不到保证，也可能扑街。所以制片人和导演们最喜欢的就是又有流量又有演技的明星演员，这样开项目的安全感也足很多。那么先来说说憋屈的赵丽颖吧。小花小鲜肉们素来都是有招黑体质，谁乱压戏，谁当数字王子，谁做抠图公主。有些人明白，有些人跟风，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一棍子打死的。赵丽颖算一个。有理讲理，赵丽颖在《西游记女儿国》中的表演算得上是该片的一大亮点。没有赵丽颖，这部电影就太没灵气了。结果扑街的是，很多人拿赵丽颖和86版《西游记》里的朱琳老师去做对比，然后得出结论说，朱琳端庄典雅，而赵丽颖只轻浮。说到这，您看出来了没有呢？一前一后的对比，要的就是赵丽颖去模仿朱琳，进入朱琳的模式。这种几乎不经大脑的奇怪的思维模式，明晃晃就是为黑而黑的最弯的弯道了。如果完全翻拍《西游记》的话，那么的确的，赵丽颖演的和朱琳老师差异太大的话，那就是水平问题了。问题是，在郑宝瑞这版《西游记女儿国》里，女儿国国王这个角色的初始设定原本就是不谙世事，清纯真性情，要是端着演，那不就离题了？懂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人跟着黑。赵丽颖一颦一笑，还是演出了初始设定的少女感的。因此，追本溯源的话，还是明眼人杜琪峰说得好。杜琪峰曾说郑宝瑞的《西游记》缺乏创作者的视点，此话一针见血。郑宝瑞少了作者的理念，在他的《西游记》里，我们看到的是老套的故事和俗套的中心思想，没有创意，更没有颠覆。拿《西游记女儿国》来说，这本来是一个很有挖掘潜力的故事，但郑宝瑞选择了最保险的路子，也就是爱情。在一部奇幻特效大片里，以爱情为主线，显然就很难制造太多惊喜了。没有惊喜，就容易无聊。因此，赵丽颖的电影圈之战，非战之罪，却成为了最黑的靶子。Shame when 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很简单，如果赵丽颖的电影之路拿错了本子，跟错了导演，兜兜转转的话，那么王炸弟弟王一博的电影之路未必就多多益善。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，这几年爆红的易烊千玺就是这样一个拿对本子跟对导演的人，因此几年下来，他就成了理想的人选了。很多导演都抢着用。易烊千玺演了《少年的你》，送你一朵小红花，中国一生，长津湖，长津湖之水门桥，奇迹，笨小孩几部电影，每部都大卖，且每一部都有好口碑。他自己的演技也备受认可。《少年的你》
送你一朵小红花、奇迹、笨小孩，其实都是没有 IP 基础，没有视效奇观，没有强类型的剧情片，分别卖了15.58亿、14.33亿、13.78亿票房。除了口碑出众，当然有易烊千玺作为流量明星的功劳，他带来的高关注度，让这3部电影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。张艺谋的历史题材古装片《满江红》开机，据传主演又是这个易烊千玺。不愁请不到演员的张艺谋，居然也不愿意放过易烊千玺了，可见他在电影圈有多么受追捧。要知道张艺谋是谁，人家可是当代首屈一指、当亮舍我其谁的头号国师，现在人家都反过来追找易烊千玺，这就是拿对本子、跟对导演、踹对门槛的正确捷径了。现在的王一博已经积累了4部待上映的新电影，包括《维和防暴队》《无名》《热烈》《长空之王》，步步都等着2022年的大爆发。这种爆发完全刨去流量红利的爆炸力之外，王炸姐姐当年的老坑不能说不存在。字面上看，这些红色打底的作品每部都是业内主流公司的重点电影，搭档的演员更包括梁朝伟、黄渤、胡军等等的金牌优选，个个都是带感入戏的老资历演技派，这种资源可以说是顶级的了。老戏骨背锅的可能性不大，因此成败与否反而都看王一博的表现如何了。说到这，您的鼓点和信心又有多大呢？视角永恒359的 Shin Wan 我也特别留意到了地气的翻火，这种警察荣誉加上幸福到万家的最新渣土风向，跟高大上、伟光正的红色高歌，彼此的距离实在是不太近。一个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此生挚爱，一个是平头百姓小酒花生的尘土气息。到底应该走进殿堂呢，还是应该抓住草根呢？才气横飞，获奖无数的中国知名导演贾樟柯最近表示说，我非常期待我们中国电影能够回到充满确定性的年代，这样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努力地为电影出一份力。就说白了，现在不踏实，电影大拿的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的底调是，电影圈现在已经被划定为国内特困行业之一了。于是乎，名导演贾樟柯的烦恼现在是百上加斤了。老实人家明白人的贾樟柯坦言说，每个行业都有一些状况，没有受到影响的行业也有，有的人家在疫情期间也风风火火的，但电影确实整体产量下降，基层电影工作者机会少了，困难是挺多的。但就像我说的，我觉得主要还是经济上的困难。敢说这话，说明贾导果然是个敞亮人。现在想想，视角永恒359的 Shin Wan 我真的是铁口实锤，永不落空。赵丽颖进入电影圈，屡屡受阻，居然也是因祸得福。这种烧脑，就算最牛的命理师、星象学也绝对预测不到。名嘴贾樟柯还额外地补充说，我只想呼吁一个东西，要给所有电影平等的、确定性的环境。有确定性，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一点，否则2/3的制片公司和导演的日子都是很难过的。我真的不愿意在不确定的环境里拍电影，我其实也可以不拍啊，我已经拍了10几部电影了。但凡看过贾导影片的人，恐怕都有超级现实的共鸣，因为他的影片特别接地气，一直都是，从来没变。这就是接二连三的成功的底气。连底气十足的他，现在也彻底接不上当红不让地气十足的茬了。这个风向诡异的2022年真的是好魔幻。
因此贾导跟着提到的主旋律一词，不偏不倚，恰恰好点在了王炸弟弟王一博的身上。他说：“我的职业生涯原来是2年一部电影，现在变成5年、6年一部，无所谓了，不着急。总之，希望能给所有电影一个平等的、确定性的环境，鼓励多元类型创作，多元投资格局，不要大家都做主旋律。希望文化政策也能像经济一样，全球化发展，多交流合作。这就是电影圈的良心表达了。主旋律 Shin Wen 我已经说到口水干了，这是2022年的时代刚需，政治任务。按说王一博应该尽收利好吧，然而这位贾导的话已经说完了。在视角永恒359的 Shin Wen 我看来，去年无牙签的塌房，正让最高权力机关看到了流量的威力和威胁。要知道，在大风大浪开始掀起的2021年，那些无知无畏的牙签粉丝，居然想到要围堵政府机关，居然想要密谋劫狱救人，这些外因同步导致了王一博的流量得到了最高权力机关的首肯、重视和钦点。跟着呢，也同时让政治任务骤然降临在了他的肩上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 Shin Wen 我独家的铁口，以及这些看不见的前因后果，注定14亿中国人，特别是娱乐大嘴们，压根都无法想象，并且永恒迷茫。于是乎，港媒官媒中央国际电视台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王一博是 Chinese Top Idol。新华社称王一博为 Z 世代青年代表的时候，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看到了硬币的一面。无可厚非，王一博的确能够代表国家形象，是一位起到正面宣传作用的清流艺人，能够在青少年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，成为国家急需的引领作用强的艺人。而且王一博能够服众，是个业务能力突出的艺人。而且王一博容貌极佳，气质独特，独一无二，佛系粉丝，也是让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放心。方方面面，唱跳全能，声音干净温暖，舞蹈内娱 top， 相当关键是他的声音充满了感情，有信念感，能够传达出盛世气象。王一博演唱的《山河星光》以及《你好香港》，编织了一个国泰民安、温暖真挚的画面感出来。王一博在青年人的影响力极大，歌舞演技出圈，时尚度极高，进一步起到了引领带动的奇效作用。于是乎，当初人民日报录制《中国再出发》的时候，定位就是找一个年轻的影响力大的艺人。第一时间联系王一博团队的时候，已经是繁重到极点的工作量，王一博却依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加班加点，交出了亮眼的答卷。其他活动更是如此。Shin Wen 我已经连篇赘述多次了。百年伟大征程的时候，需要提前1个月集训。王一博当时已经接了街舞4的活动，并且进行着电影的准备工作。结果呢，不管怎么忙，王一博依然责无旁贷，拼命努力，保质保量，这样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年轻人，谁不喜欢，谁不欣赏？不怕007，不怕996，拒绝躺平，这些元素杠杠地扛起了政治任务的包袱，而且不换肩。王一博不正是这样一个青春最好的模样吗？因此，艺人3个维度，包括影视、综艺、商务，王一博都样样玩转，永不落空。本质上就是靠着拼命，靠着实力，靠着坚韧的性格，才能做到。
在经济寒冬骤然而至的今天，在名导演贾樟柯肺腑之言的今天，在影视圈寒冬遍地的内娱江湖，王一博依旧畅想的主流活动，明晃晃都是大条的流条和国家的背书，证明了这个艺人的国家认可和江湖地位。现在，王一博的国民度已经如日中天了，继续扩大影响力有更多正面的加成。只是代言识人、跟对导演、拿稳剧本，依旧是王一博弯道超车的3大要素，缺一不可。相信视角永恒359的 Shin Wen 我，来年的转角，依旧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鬼聪明的王一博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能者多劳是前提，先知先觉是刚需。2022年已经早早进入下半年了，王一博目前的工作重心是已经官宣的这就是街舞第5季，而且完成电影热烈的拍摄工作。永恒拒绝尬吹尬黑的 Shin Wen 我，期待王一博存货影视剧顺利上映。因为这个年代已经时不我待了，这就是街舞是王一博最炸裂的强项，最亮眼的表现，剩下的就是仍属未知的电影圈。在这个电影市场扑朔迷离、逐渐萎缩的大环境中，根正苗红的王一博真的需要静心思考前路，压对国家政策，利用红色价值了。如此这般，未来就属实可期了。王炸重逢，云匪合体，凡事都有可能。念念不忘，爱必回响。愿王炸姐姐、王炸弟弟的运气依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